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凡间的五毒、六忘、七情八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年轻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周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颜淡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。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周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周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周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。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
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既果却得业，我的妖力竟然退化至此了。力道已够，只是准头还不太够。只要多加努力，一定能百发百中。紫菱，你不必安慰我。紫妍毒发那日，我曾度她500年妖力，以延缓毒性。可是这500年的妖力，纵使我100倍、1000倍的修炼，也难以再弥补。哎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日后山主定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这狐族向来是较真认死理儿。而且最恨遭人欺骗。我一个小小毛笔器灵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不好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器灵，气好更灵。只要你能帮我把你那个笔毛换成顶级的狼毫，如何？当真？当真。这世上真有笔仙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画圈为是，笔道为否，笔仙在上，解无之疑。来了。狐妖琳琅是否能够修炼得道，恢复法力，百步穿杨？你看，笔仙的想法同我一致。多谢笔仙指教。琳琅还有一事想问，琳琅已到成婚之年，请问笔仙，琳琅是否有姻缘命定之人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这我可没叫他。你可知道，装神弄鬼、说谎之人，在我们狐族要受什么刑罚吗？不，狐妖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都是他逼我做的。你又骗我！第一个确实是我授意，但第二个真不是我教他的，是吧？也许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真的是命中注定，有不解之缘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好身手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嘛！你说你这个狐族公主啊，人长那么俊俏，你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你呀？啊，你说这样的丫头能嫁得出去吗？哎，你是臭破逼，敢污蔑我娘子！大婚之日，我第一个折了你！哎，谁要跟你大婚？谁又是你娘子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折了你！别跑！哎，不！别跑！别跑！别！看来这两人确实有命定之缘呐。
哎呦，为了保命，我还是闭嘴吧。并没有与消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，咱们去下一家吧。严奈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福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掌柜说这是福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，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七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福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七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所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七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，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，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严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唐周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严姑娘。严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，没事啊。真的，严姑娘。严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福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。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哎，喝点茶吧。
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。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扶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，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3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扶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金荒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礼臣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，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灵力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
进欢房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，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进欢房，如此，便有了我们将计就计。公主，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，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州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计不成，你就以梅花3为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嘛。缘由我已说明，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，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。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像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像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唐周，是你吗？
严丹！唐舟，怎么回事？唐舟，快醒醒！唐舟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严丹，严丹，唐舟，严丹，严丹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直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！好，唐舟，唐舟，醒醒啊！唐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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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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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！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严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舟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舟如此神色，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便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前方有水潭，我去给你们盛点水吧。哎，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严丹。
都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若真是九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严丹！小心，这蛇也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定是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，当年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
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意志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李维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翼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之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一阳，你认识吗？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役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，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刘洋，绝非镜中画面。
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又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
开人厮守。